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前面测试的几款磁吸无线充电宝都是 7.5 瓦，大家都说功率太小了，好多人应该都不知道，苹果的无线充被砍到 7.5 瓦，这个东西它跟我们国家的无线充电标准有冲突，只能实现 7.5 瓦的无线充电。我在这里也不去赘述其中复杂的各种规定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最高15瓦功率的移速无线磁吸充电宝的评测，各种评测数据可以给大家一个购买的参考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这一个移速 D05 磁吸充电宝。这一个外包装盒跟我们上一次测试的那一个 W05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风格，只是这里的标志不一样，这是 D05 型号，然后这里是15瓦的标识，背面是它的规格参数、合格证和条码信息。我们直接打开它的包装盒。充电宝数据线被放置在这一个塑料卡座里面，这里面还送了一个铁圈，没有磁吸功能的手机用这个可以实现磁吸的功能。充电宝的说明书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，一根短的 C2C 的充电线，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，这一个就是充电宝本体，非常的薄，便携性做得十分的不错。充电宝连数据线连盒子一起的重量是 153.2 克。单充电宝和数据线一起的重量118克，充电宝的重量109克，自带的这根线材8.5克。这个充电宝的宽度是66毫米，高度为102毫米，厚度的话只有9毫米，很薄的设计啊。充电宝的中间移速的一个英文 logo， 背面则是它的规格信息，产品名称磁吸移动电源，型号是 YSPB D05， 电池类型聚合物电池，电池的能量5000毫安 19.35 瓦时 3.87伏，额定容量3000毫安5伏2安的情况下， Type-C 口输入的规格最高9伏2安18瓦， Type-C 口输出的规格最高也是9伏2安18瓦。无线充电输出有5瓦、7.5瓦、10瓦、15瓦，一共4种输出规格，总输出功率5伏2安10瓦的功率。这里标了一个转化率，也就是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大于等于 70%。我们后面5次循环充电的时候测试就知道了。执行标准、制造商信息、3C 认证、循环5年和这个不要扔向垃圾桶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充电宝自带的一个 Type-C 口，这个是输入输出口，它的输入输出的总功率的话，规格里面都看到了，都只有18瓦。内部的舌片为红色。这个是充电宝的功能按键，电量显示通过这5个 LED 来显示。这就是充电宝自带的一根 C2C 的一个非标准的充电线。充电宝的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进入5次充放电循环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。这个充电宝的电已经被我们放完了，我们开始对它进行循环充电测试。5次充放电循环，我们统一的用这一个苹果的20瓦的原装充电器，因为这个功率它只有18瓦。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电已完成，充进去电量 20.86 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51分钟。像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宝，充电时间都是这么长。这个充电宝放电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按一下功能键，它这个灯一直在闪，就是证明电已经放完了。这一次放电放出电量 15.13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18分钟。它的放电过程是9伏2安的功率，只能放12分钟左右，直接就变为5伏2安的基础功率再放。后面的话我们再拔插一下，它还是放个10来分钟，它又变为5伏。第二次充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 20.42 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52分钟。这个充电宝第二次放电已完成，第二次放出电量 14.29 瓦时，放电时间1个小时09分钟。这个整个放电的过程的话，基本上跟第一次是一样的，放个10来分钟，它就变为5伏，拔插一下，它又变成9伏。这个充电宝第3次充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 20.67 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59分钟时间，3次充电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。第3次放电已经放完了，我们看一下放了多少电。这一次放出电量 14.59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14分钟。跟前2次放电的过程还是一样的，基本上都是1个多小时就把电放完了。这个充电宝第4次充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 20.76 瓦时，充电时间2小时05分钟时间，这一次稍微时间长一点。
这是第4次放电的情况，我们看一下放出多少电量。这一次放出电量 14.22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11分钟时间。这个充电宝第5次充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 20.53 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59分钟。这个充电宝最后一次放电已经放完了，这一次放电我们是用的5伏3安的功率来放的电，它官方的额定容量是3000毫安，这是5伏2安的情况可以放出3000毫安，我们5伏3安的话肯定要少一点点。这一次全程5伏3安放电放了51分钟时间，放出容量是 13.21 瓦时，放出它的毫安数是2579毫安，也就是接近2600毫安。因为咱们是5伏3安放的电，所以说相较于它的额定容量少了一点点，很正常的。这个移速 D05 的充电宝，经过我们5次实际的充放电测试，每一次放进去的电量除以每次充进去的电量，我们就可以得出它的转换效率。实际的转换效率平均下来是 69.2%。按照官方额定 19.35 瓦时的能量值，我们也可以换算出它的转换效率，平均下来的话就是 73.6%。它这里有一个转化率是大于等于 70%， 跟我们测试出来的结果是基本上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充电宝也不存在虚标的问题。这个充电宝5次充放电测完，我再次把这个电充满了。无线的磁吸充电宝这种产品针对的用户就是苹果用户，安卓用户的话，我估计都是不会买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宝的。所以说我们先测试它的无线充电功能。目前这个13 Pro 还有 18% 的电量，这个有磁吸的动画，我们只测试1个小时，看看1个小时能给这一个苹果手机补进去多少电。充电1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看一下充了多少电。现在的电量是68，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宝在1个小时的时间给这个13 Pro 补了50个电进去，这个功率的话确实是比 7.5 瓦要稍微快一点。这个充电的过程，咱们在半个小时的时候也把它测了一下温度。半个小时的时候，这个充电宝的表面温度最高温度是31度，手机的温度的话也就是30度的样子，也就是一个温温热的一个状态。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只有17度左右。这个充电宝咱们再次已经把它充满了，我们测完了无线充电，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它的有线充电的情况。这一部手机是苹果14，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看这个满电的情况下能给这个苹果14充多少的电量，顺便录制一下它的充电曲线图。这一个苹果14手机充了 97% 个电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28分钟它是快充时间，最高功率18瓦，后面的低功率都有15瓦左右，然后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一直在充电。这个充电宝的电已经耗完了，也就是说这一个充电宝给一个苹果14充电，可以把手机的电基本上充满，没有问题的，相当于手机的第2块电池。它的快充只能坚持28分钟，就是由于这一个体积的原因。这一个充电宝它的目标用户人群就是苹果用户，所以说它对其他手机的支持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协议就可以了。从这个协议读取来看，这么丰富的协议的话，几乎所有的手机都可以支持到15到18瓦左右的功率。高通 QC 的5伏9伏 3.6 至9伏，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，华为 SCP 的25瓦功率，真实功率的话也大概就是18瓦左右。三星 AFC 的18瓦功率，展讯的 SFCP， 然后这就是PD 3.0 的协议，5伏2安10瓦，9伏2安18瓦，然后还有2个 PPS 的档位。这个 DCP SAM 和 Apple 2.4这3个是基础功率。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测试一下它的温度的情况。虽然说这一个无线充在我们国家，它给苹果手机无线充电的话只有 7.5 瓦，但是它标称有15瓦，我们就用负载仪来拉它的15瓦功率，看它的发热的情况。我们用15瓦的功率的模式来给它负载20分钟。我们这里做个倒计时，20分钟时间已到，我们看一下表面温度。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为39度，大家看一下我测到的这个图片。这个充电宝它有线输出的时候，在13分钟左右，它要降功率，我们就运行10分钟，看一下究竟是因为温度高才降的功率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功率已经降到5伏了，我们只运行了10分钟时间，但是实际上这个温度的话，
大概也就是个40度左右，它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啊。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一个充电宝设计的太薄了，如果持续的18瓦输出的话，它的温度会继续的升高，这样的话就会严重的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。这应该是工程师设计的时候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，为了不影响使用体验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它的最关键的参数，也就是说它有线输出的时候它的文波的情况。前面2个无线充电宝的测试我们都强调了无线输出为什么不测试文波，这个原因我都强调了几次了，这里我们也不重复了，直接测试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宝只有5伏和9伏的档位，我们直接测试它的5伏2安和9伏2安的情况。现在是5伏2安10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63毫伏，平均文波在60.2毫伏左右。9伏2安18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80.9毫伏，平均文波176毫伏左右。这个移速 D05 无线磁吸充电宝整个测试下来，数据表现也算是不错吧。外观毕竟是超薄的设计，各种限制造成的结果。电子产品，特别是这种电源类的产品，总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体积做小了，数据总是不那么好看。受制于体积，电路设计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。它的转换效率在这个体积下做的已经是很不错了，兼容性基本上安卓都可以启动快充。文波表现也是在国标范围之内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购买。喜欢我的视频和老铁的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订阅走起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